这人真的知道自己在干嘛吗？温情叹了口气，取来麻药给他服下，辅以银针施于公孙穴、内关穴、灵气穴，用于镇痛。随后将手指轻轻按在小腹处金丹的位置。温情拿起小刀，比在手指圈出的位置上方。我要开始了。冰冷的刀锋破开皮肤，刺入血肉的感觉绝对不好受，不同于一剑被贯穿的撕裂，这样一刀一刀剜下去更令人不堪忍受。刀尖在皮肉下翻搅，寻找藏身在其中的灵脉，尖锐的痛感密密麻麻，顺着尾椎骨直达天庭，激得魏无羡头皮一阵发紧。魏无羡以为也就是这样了，可当第一根灵脉被切下的时候，在小腹处施虐的那把小刀停了下来。他睁开眼，迷迷糊糊间看到温情骤然发白的脸色，随后是他微微颤抖的声音：灵力在溃散，魏无羡，麻药不能用了，如果你不清醒，金丹可能会相散。魏无羡笑得龇牙咧嘴，好似事不关己，一脸无畏，正在说着不痛不痒的话。那就不用了。银针刺入神庭和印堂两穴，麻药的效力迅速消散，突然放大的痛感席卷而来，魏无羡耐不住溢出一声痛吟，豆大的汗水一颗颗滚落，沾湿发鬓。2天1夜，他靠着温宁熬的那一锅醒神汤和扎在头上的一圈银针熬了下来，感受着周身灵力如浪潮一般，从汹涌走到平息，最后变成死水，再掀不起一丝波澜。如今这双平日里毫无波澜的琉璃色浅眸内暗流翻涌，抓着自己的手用力的快要将手骨捏碎一般，留下五指红痕，薄唇颤抖着问他如何施了金丹。魏无羡淡淡道：被温竹流化了。蓝忘机面色如霜，又问：那你小腹处的疤痕何故？魏无羡叹了口气，有些无奈。蓝湛，你已经猜到了不是吗？又何必多此一举，要跟我问个清楚。小腹处的疤痕经医师检查，可能是由剖丹所致，莲花误血灾后，江晚银遭温竹流化丹，射日之争时却脱颖而出，灵力强度更甚，一手三毒一手紫电，在战场上横扫温家修士，好不风光。而从前的云梦大弟子魏无羡却转修鬼道，自此再未见过那一件惊鸿的少年随身佩剑。他的那颗金丹如何失了，去了哪里，不言而喻。蓝忘机从未有一刻如此痛恨过自己，他恨自己没能在他那般痛苦的时候陪伴身旁，恨自己从未细想过他修炼鬼道的缘由，恨自己未知全貌便对他加以指责，恨自己不善言辞，总是将他越推越远。眼前人苍白着一张小脸，唇色尽失，尽管是勾着唇在笑，神色却是淡然的冷厉，上翘的眼角仍是自带3分笑相，那双乌黑的眸子却已然没了那份亮色。他很想将人揽进怀里紧紧抱住，却只是收回了手，缩进宽大的衣袖里攥紧成拳。最后蓝忘机动了动嘴唇，艰涩开口：魏婴，此间事了，可否随我回姑苏？魏无羡微微愣了愣，随即挑眉看他：蓝湛，我可是好久没听你说这句话了，怎么突然又改主意了？哦，难不成你还是不肯放过我这个邪魔？不是。蓝忘机急声打断魏无羡，顿了顿，先前的气势去了大半，蓝忘机嘴唇翕动近乎嗫嚅：藏书阁藏书涉猎甚广，金丹之事或可有解。且悔服之后，你心神受损，云深不知处灵药珍品颇多，灵力充沛，利于修养。在夷陵的时候，蓝忘机便说过，魏无羡自然记得。这么说也不过是想调解一下这凝重的气氛，顺带逗逗这个小古板。可现下蓝忘机生怕自己误会了一般，急急解释后，又唯恐自己不愿这般小心翼翼。蓝湛这个小古板，怎么就这么让我开心呢？魏无羡心底又冒出这句话：蓝湛，你长这么大，是不是头一回一次说这么多话？真好，真厉害。魏无羡拍床狂笑，又倒回榻上，跟只虾米一样蜷着身子，笑得眼泪直流，一边喘一边道：我真的第一次听你说这么多话，我可太荣幸，太厉害了。他几乎笑得要喘不过气，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。
蓝忘机叹了口气，将人揽到跟前，伸手在背后轻轻拍着，紧蹙的眉眼到底是缓和了下来。魏无羡这副模样，倒是与少时那个总爱戏弄撩拨自己、笑意张扬肆意的少年重合起来。蓝忘机柔声道：“只对你。”魏无羡当时笑不出来了，他捂着肚子从床上爬起来，不敢去分辨这话语下潜藏的意欲，若无其事拍了拍蓝忘机的肩膀，笑眯眯道：“谢谢你，蓝湛，我真的很开心，没想到蓝湛你这么关心我，对我这么好。不过你可不能怪我啊，谁叫你以前老是冷冰冰的，不给我好脸色，还那么凶，老是罚我。”他笑了笑：“之前是我没看清你对我的担忧和关心，但现在我知道了。”魏无羡咳了几声，清清嗓子：“蓝湛，要是可以，我一定跟你回姑苏，到时候你可别嫌我烦。”这句话本身就代表了拒绝，可他不是不愿。蓝忘机心里近乎欣喜若狂，面上却仍是淡淡的说道：“不会，永远都不会嫌你烦。”凌云镇郊外，姑苏与兰陵交界处，兰陵多山，出了凌云镇往金陵台的方向，地界由宽变窄，两岸山势渐起，环抱成谷。此时山谷两旁，山壁之上，四面八方各个角落不断有人影涌现，以金星雪浪为主，其他肤色掺杂其中。眼前人高声道：“魏无羡，我警告你，立刻解了你下的恶咒，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，不追究计较。”魏无羡看着这过于熟悉的一幕，心头不可遏制地涌上一股戾气，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如潮水一般的窒息感。要不是因为他，一切怎么会？蓝忘机担忧地看了他一眼，抬手捏了捏他的指节。魏婴，这一声将魏无羡从纷乱的思绪中唤了回来，他感受着从指尖传来的温度，微微喘了口气，似笑非笑道：“哦，不知公子中了什么恶咒，说出来也让魏某人乐呵乐呵。”金子勋顿时暴跳如雷，剑锋直指向他，怒喊道：“魏无羡，我就知道是你，还不快把千疮百孔咒给我解了，否则别怪我直接动手。”这人的脑子究竟是怎么长的？魏无羡摇了摇头，一想到自己就是因为这种蛮不讲理、愚蠢至极的人沦落到那般境地，他就忍不住翻白眼，想给自己狠狠暴揍一顿。我说，像你这般仗势欺人、头脑简单的人，暗地里记恨你的人可多了去了。你凭什么断言是我给你下的咒？魏无羡压下心中的郁结之气，挑眉看他，笑眯眯、和蔼可亲的模样，好似在说什么理所当然的话。金子勋本就高涨的怒气又往上蹿了一截。魏无羡，你竟敢！不过家仆之子，竟这般猖狂！果真是那傻嘴里吐不出象牙。魏无羡脸色一沉，懒得再跟他废话，冷声道：“猖狂又如何？算了，我还要赶去参加如兰小侄子的满月礼，没时间跟你瞎扯，赶紧滚开。”闻言，金子勋狞笑一声，看着他的眼神中尽是嘲讽。你真不会以为能参加阿玲的满月宴吧？魏无羡的脸色终于彻底阴沉下来，他握着陈情的手紧了紧，发白的骨节咔嚓作响，暴力的杀意再压抑不住，双目赤红望着金子勋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将他碎尸万段。一双有力的大手按住了他的肩，向后一拉，将他的身形罩在身后，随后是蓝忘机低沉而冰冷的声音：“魏婴，如何不能？又与金公子何干？”天地间静默了片刻，魏无羡肺腑里那点郁闷气儿顿时消散得没边没影，扶着蓝忘机狂笑不止，捂着肚子就要倒地打滚，被蓝忘机搂住腰扶稳。金子勋脸色霎时间难看起来，魏无羡可以随便糟践，韩光君可不行。再者，此话虽是说得不客气，但确实有理，人家魏无羡和姜氏姐弟自幼一同长大，情同手足，金陵还得喊他一声大舅舅，他去参加自己侄子的满月宴，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。且就算他不能，也是江燕离说不能，是他表弟金子轩说不能，还真跟他金子勋没关系。但很显然，金子勋是不会承认这些的。他看着蓝忘机气焰微敛，沉着脸色道：“魏无羡早已叛离云梦江氏，凭什么参加我兰陵金氏的宴会？”
蓝忘机从怀中摸出2份请柬，淡淡道：“此乃金氏门生所送。你们兰陵金氏自己请我们来的。”金子勋一噎，他不是不知道蓝忘机会和魏无羡一起来，只听闻2人素来不和，射日之争期间更是好几次差点大打出手。